四哥，不必多礼，你们继续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四哥你放心，学子们的饮食起居都已安排妥当，平日里便在此编写新政要略，绝对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。这帮寒门学子，原本连中正考核的资格都没有，可现如今，却能在彭城王府的书房议事，天下学子十分震动，深受鼓舞啊！现如今，中正品第，唯以血统为准。高门士子弱冠之年，便可不经察举入仕为官。此政不革，我大宋无望。四哥英明。只是，那帮士族门阀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反击啊！既然做了，本王就不怕。一退不如一进，比起杀，力更能表明我们的决心。本王就是要推行新政，将那些陈疴弊病连根拔起，做给士族看。四哥高瞻远瞩。轩儿啊，别怪母妃唠叨啊。这选妃一事，母妃，我求您了，这婚姻之事也不急于这一时，再缓缓，再缓缓。好吧，母妃啊，就依你了。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都是一些闲杂之事，不值一提。而且最近四哥经常叫我去承修阁，还跟我讨论诗文呢。你们兄弟两个能如此亲密，母妃听着就高兴。最近府里有些吵闹，一堆人变来变去，热闹是热闹，就是有点吵到我了。他们要在府里待多久啊？母妃说的是那些学子吧？他们都是四哥请来装装样子的，论道，只是泛泛之辈。是吗？哎呀，差点给忘了。轩儿还有正事在身，可能得先走了。太妃，这殿下的性情可比之前开朗多了。只是对我开始藏心思了。宋嬷嬷，大善人又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！啊，宋嬷嬷，天气转凉了，这些啊是给孩子们过冬用的。哦，这副药是给你的，上次见嬷嬷面色不好，便调了几副药给你。谢谢公子，孩子们正念叨你呢，可想你了。孩子们呢？然后呢，你看这个姑娘一直找，一直找，她跋山涉水的走啊走啊，终于找到了她的书生。真好看，好吓人呀！好厉害啊！西哥哥，哎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好想你。这次给我们带什么礼物了？都在嬷嬷那里啊，去找她呢。来来来，分礼物了啊！走走走，哎，别急别急。姑娘，是你啊！梁公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姑娘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梁公关心。姑娘身体还没有康复，切莫太过操劳。只是陪这些孩子们玩耍，并没有操劳。慢着点，慢着点儿。姑娘心灵手巧，怪不得孩子们会喜欢你。这些孩子们无依无靠，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我也很开心。比起梁公，我做的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。姑娘过谦了，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原来两位善人相识啊，真是太巧了。今晚我们包馄饨，留下来跟孩子们一起吃吧。顺哥哥，姐姐，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包馄饨吧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。
哥哥，你这包的是什么呀？馅儿都露出来了。勋哥哥，还是我来吧。那就有劳姑娘了。你不介意我和他们一起叫你勋哥哥吧？不介意。那，你叫我婉儿好了。好的，婉儿姑娘。我帮你。这药膏来之不易，小姐可别辜负了王妃的一片苦心。多谢王妃，离哥定不会辜负王妃的一片心意。红丹，送玉燕。是。王妃，仔细伤眼。药送过去了吗？放心吧，都送过去了。小姐，你发烧了。没事，我去找医官。哎，咱们翰林阁是王府别院，不能直接去药室找医官，此事必须通禀王妃。那你快去通禀啊！现在这个时辰，我怎可去惊扰王妃？那难道就这么等着吗？我们小姐要有什么闪失，彭城王饶不了你。小心，小姐，为什么抹了玉肤膏会变成这样？没事儿。秋琴姐姐，我们家小姐现在情况不好，若她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难逃罪责。行了，我去请示娇华阁。秋琴姐姐的恩情，我和小信铭记于心。小姐，您先躺下吧。什么事儿？沈小姐用了玉肤膏，好像……此药本就凶险，孙医官不也说了吗？是要吃些苦头的。可我瞧见沈家小姐像是真有些不大好，不像是药性起了的症状，还是请王妃……旧肤溃烂，新肤生长，本就是不易之事。孙医官也交代过了，何以如此惊慌？难不成你们怀疑王妃要害她？秋琴不敢。王妃这几日为了纳妃的各项事宜，本就劳累，这才刚刚小憩片刻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非要此时来劳烦王妃？那沈家小姐还没有正式入府，就算是身上的伤疤好了，也只是个侧妃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秋琴明白了，谢谢雨嫣姐姐提点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秋琴先退下了。小姐怎么越来越烫了？小姐没事吧？秋琴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，
我直接去医室找太医。哎，小心，万万不可！没有王妃的指令，他们是不会来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去趟娇华阁，你好好照顾小姐。你快回去吧，王妃已经休息了，谁都不可打扰。玉妍姐姐，求您跟王妃通报一声吧，沈家小姐真的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会通报。可是再等下去的话，我怕会来不及。玉妍姐姐，我求你救救沈家小姐吧，求求你了，玉妍姐姐，你就跟王妃通报一声吧，玉妍姐姐。哎呀！糊涂东西！这是王妃的药膳，王妃起身就要用的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碰到你，还敢狡辩！小的知错，是我一时心急。玉妍姐姐，若再不施救，沈家小姐恐怕有性命之忧。求玉妍姐姐开恩，通报出了何事？王妃，没事儿，只是一个不懂轻重的丫鬟打翻了药膳而已。娇华阁送来的玉肤膏一定能去到这个疤。等等，你这衣服都开了，姐姐，你这身上的疤，难怪王府上下都知道我身上有疤。沈乐清。不行，王府有规矩，你一个别院的侍女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不管，我今日不见到孙医官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哎，你这大晚上就别吵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没病没痛的，见不着孙医。我。我现在是不是能去见医官？我刚刚只是随便说说的，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担待不起啊！怎么回事？啊，谁许你在此胡言乱语？医官，求求你，去救救我家小姐！你是谁？我是寒灵阁的侍女，求你了，医官。寒灵阁的，回去吧。医官，医官，你去救救我家小姐吧！医官，求你了，医官。小希，小希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求你，求医官，求医官呀！求医官啊！
袁姐姐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小姐！本来安安静静的王府，就因为那个沈离哥来了，才搞得鸡犬不宁。姐姐别生气了，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吗？中书令叫我进来，就是替王妃分忧的。你做了什么？只是把御夫膏里的一味药多加了点分量而已。放心，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跟姐姐和王妃无关。这查出来可是杀头的死罪。姐姐放心，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绝不殃及姐姐。只是一味药，真的可以？只要今夜无人理会，他离死就不远了。行了，别打了，出了人命不好交代。是啊。殿下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他怎么会不在这儿呢？你让我忘记你，我做不到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我的心意，你能看见吗？沈小姐，你怎么样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你可千万别怪我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小心，小心！小姐，小姐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心，小心！你怎么了？我找到药了，快！小姐，把药吃了，把药吃了，药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就好了，快，小姐。
小心，小心，是姐姐对不住你，姐姐。我找到药了，吃了就好了。傻丫头，小姐，红丹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你没事吧？红丹，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没事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？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？谁干的？见过沈家小姐。红丹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竟遭此毒手？红丹擅闯娇华阁，喧闹吵扰，还打翻了王妃的药膳，依府规惩治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府里呀，有府里的规矩。沈小姐现在这般模样，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这玉肤膏啊，本来就有3分毒，过程自然是痛苦的。要是没这些疤，就不用受这些。这巴掌是我替王妃打的，你口口声声说要以府规逼人，却敢这般对我无礼。你，这里是寒林阁，容不得你撒野，还不快退下！先扶红丹进去。小姐，听话，快进去。是。沈小姐，别怪我多嘴。玉嫣虽然只是个侍女，但毕竟是王妃身边的，咱要是和他们硬气，受苦的只能是我们。等天亮，我再去请医官过来。不必了，我能撑得住。你先回屋吧。沈乐清。想必一切都该有个了断。都给我出去！沈乐清，玉嫣姐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看，谁敢打你啊？我帮你涂药。来，涂一点药。你轻点儿！哎呀，行了，别涂了，岂有此理！那个沈家小姐为了一个贱婢动手，我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。不过是个平民之女，汝王妃是高看她了，还这般蛮横。若是成了侧妃，那还了得！都怪你，都怪你不够心狠手辣。那我就在她的玉肤膏里再多添些见血窟，看她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这可是你自作主张，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啊！玉嫣姐姐，放心。哦，我有个礼物要给你。两个傻丫头，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呀？小姐，我们也是担心你。
先喝点药。我自己喝就行。忍着点儿，我给你涂清创药，这个很管用的。忍着点儿。小姐，是我没用，见不到王妃，也帮不了你。你现在还在生病，我再去找医官。哎，别乱动！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轻举妄动。可是，放心，他们害不了我，而且我也不会死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两个好好的养伤。来，先躺下，听话。来，慢点啊，小心肩膀。乖，睡觉。小姐。嘘。乖，睡吧。最近可有什么动向？一切正常。真的？出入起居均无可疑之处？尚未发现。继续盯紧。是。妹妹，你不是平常喜欢画画吗？你看这荷墨，是哥哥专门托人从婉玲给你带回来的。妹妹喜欢画画，这手上没有几块上好的墨怎么成啊？你快来看呐！别喝茶了。韵之的画还真是栩栩如生啊！最近听说，妹妹跟彭城王之间的走动多起来了。看来我的话，妹妹是上心了。于嫣，把画扔了吧。是。来人，把画收走。你这是干嘛？哥哥放进来伺候我的人，可真是尽心尽力呀。那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些为了我好的话，我真的已经听腻了。今日哥哥可以为了一己私利就对我殷勤备至，若有朝一日我成了哥哥的绊脚石，那哥哥会不会连眼都不会眨一下，就弃我入敝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？我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谢家。谢家，多么冠冕堂皇的说辞！在你心里，除了你的利益、你的权势，还容得下什么？好话不在于墨的名贵，而是在于执笔人之心。你的墨会让我的画黯然失色，拿走吧。
你的字怎么能写得这么难看啊？你又没教过我。我教你。你现在教我，将来我就教我们的孩子。你还没提亲呢。璇儿，哎，这几日都没有沈直的来信。没有。小姐，很晚了，睡吧。你说，可是被我爹藏起来了？肯定没有，我都自上而下仔细打探过了。好你个沈直，这就拒了。睡觉，明天找人算账去。小姐，老爷不让你出府。不让我出府？不让我出我也得出。啊？小姐，涂了红宝盒再睡吧。算账归算账，还是得美美的，不是？还是你机灵。小姐啊，怕是要美成狼牙仙子，让沈公子啊茶饭不思。就是。小姐，喝粥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要乔装出去啊？那当然了。这，你被老爷发现了怎么办啊？你啊，穿着我的衣服躺在床上，谁叫都不出去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哎，小姐，听话。哎，你们去那边撒手。是。你们把东西放到客房。是。哟，王小姐，你这是？我要找沈直。哎，长公子在读书，他不方便见客。哎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，哎，长公子不让。子清。郑叔，你先出去。那你们好好聊，好好聊。子清，你这是？你怎么那么软弱？你怎么那么轻言放弃？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全忘了。你躲！你给我躲！我让你躲！我让你躲！我让你躲！我爹拒婚你就退缩了吗？不见人也不见信，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全忘了吗？你怎么不躲了？子清，我没忘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可要是我爹，他一直不同意怎么办？那我就一直求，直到他答应为止。我沈直，此生只娶一人为妻，名为王子敬。疼吗？不疼。你们两个别闷闷不乐的了。我只要看到你们两个好好的，恢复健康，我就比什么都高兴。涂药，小姐，你去。小姐，那个玉肤膏害得你那么苦，你还要涂吗？涂。
你先喝点水吧。你没事吧，小姐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快，毒药，快！忍着点儿。你都看清楚了？小姐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他连水都喝不下了，还在涂药。看你这条命到底有多硬。继续给他用药。是。德哥，我们该走了。这是谁啊？紫金姐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哦，吃过李子吧，可甜了。怎么了？世伯还没同意呢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这样了，不就是被世伯拒婚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大不了你们两个就生米煮成熟饭嘛。瞎说什么？看看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夫唱妇随了。小孩子瞎说什么？你懂什么叫生米煮成熟饭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就按我说的做，看看世伯怎么办。你闭嘴！哦，闭嘴。但是大哥，你一见到紫金姐姐高兴，是不是就忘了我们今天的大事了？我没忘。紫金姐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？得嘞，我准备行装去了。你准备行装干嘛？让你们私奔！你又瞎说！他就这性子，你别在意。你脸红了，更漂亮了。果然是你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孙医官。见血窟。爹。风儿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把紫金送回去吧。将军，我们刚刚……紫金，让风儿先送你回去吧。走吧，紫金姐姐，我送你回去。以后不许跟紫金太亲近。爹，儿子放不下。儿子此生非紫金不娶。王世伯那边，儿子相信，终有一天他会答应的。侄儿，此事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。儿子不管多难都会等，都会去争取。儿子此生绝不能负紫金。启禀王妃，沈家小姐求见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
求王妃做主。妹妹何出此言？自从妹妹用玉肤膏医治疤痕以来，便感胸中憋闷，高烧不退。本以为是药效因人而异，但是没想到愈加严重。刚开始，我想着这玉肤膏乃是王府医官所制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可哪曾想，我今日去了药室，竟有人在我的玉肤膏中动了手脚。王妃一问医官便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启禀王妃，沈家小姐到药室之时，正好遇到了这动手脚的小侍女，她正在往熬制的玉肤膏里加见血枯，人赃并获。见血枯，这见血枯本是玉肤膏中的一味，若用药得当，可以毒攻毒，净除疤痕；但若用药过量，轻则迷人心智，重则致人性命。此药量已远远超过药方中用量。如此狠毒，你先下去吧。王妃，此人用心歹毒，还恳请王妃彻查此事。你是哪个屋的侍女？又为何人做事？不说话。好，玉嫣，你亲自去审。如果审不出来的话，就交给廷尉吧。是，押下去，带走。是。妹妹放心，我一定会严查此事，还妹妹一个公道。至于疤痕之事，我会再找医官为你好好医治。多谢王妃。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绿，踏破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